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你知道吗？东南亚医疗界最近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私募股权巨头 Quadria Capital 完成了对马来西亚医药巨头 Apex Healthcare 的私有化收购，成交价高达19亿，另集约 6.17 亿新元。这不仅是大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医疗私有化交易，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一家药厂换了老板吗？但你要看清楚背后的财团阵容。这次收购的财团名单里，不仅有淡马锡旗下的65 Equity Partners， 还有马来西亚公积金局 EPF， 甚至还有中资背景的丝路基金。这不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新加坡正在深度接管整个区域的医疗供应链，精准地补全了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医疗资本中心的最后一块拼图。那么为什么新加坡资本要在这个时候花如此大的价钱把一家老牌药企收归私有呢？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揭晓 Quadria 为什么要选择私有化。原因很简单，资本认为 Apex 在公开市场的股价根本没能反映出它真正的商业潜力。在二级市场上，企业往往要面对季度财报的压力，很难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现在 Apex 从马来西亚交易所出牌，索取下储屏上，回到了新加坡私募的掌控中。这意味着 Quadria 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对它进行长周期的研发与分销转型。现在的东南亚医药市场正处于一个价值300亿美元的爆发点，各国政府都在拼命推动药物本地化，想要摆脱对欧美昂贵原研药的依赖。Apex 这种横跨研发制造到分销的全产业链企业，简直就是完美的进口替代模范生。新加坡资本通过私有化，实际上是在重塑这家老牌药企的基因，准备让它在未来10年里代表新马组合去收割整个东南亚的医药红利。现在的东南亚中产阶级正在崛起，但伴随而来的还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生病吃药是刚需，但并不是人人都吃得起昂贵的进口药，这就是仿制药和消费者保健品大显身手的时刻。Quadria 的合伙人说得很明白，东南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增长节点，随着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大力支持本土制造，像 Apex 这样拥有成熟生产线和分销网络的企业就成了香饽饽。通过新加坡的管理人才和融资平台，这些药企可以迅速升级技术，生产出质量不输欧美价格却更亲民的药物。新加坡正在利用其独特的资本身份，把自己变成东南亚医药产业的神经中枢。你以为这只是一宗个案，其实这背后还藏着一个惊人的新加坡医疗生态闭环。如果我们把这宗收购案和最近新加坡发生的其他大事连起来看，你会发现一幅非常清晰的战略版图。首先，我们有英国生命科学加速器，源源不断地把欧洲最顶尖的中小企业引进来。现在再加上 Quadria 这样的本土私募，去收购邻国最优质的药企资产，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技术从欧洲引进来，人才从中国汇聚过来，最后由新加坡的资本完成最后的整合和收割。而在这个闭环的背后，还有咱们强大的网络防卫和廉洁的治理环境在保驾护航，确保高价值的专利数据和医疗资本能安全流转。新加坡已经成为了全球医药价值链中那个不可绕过的资本大脑。对于咱们职场人士来说，这意味着处理跨国并购、医药合规以及数字化转型的人才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身价暴涨。新加坡正在从一个孤立的港口进化成一个带动周边共同繁荣的超级大脑。我们输出的是管理，是资本，是标准，而换回的是对整个区域命脉行业的控制力。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医疗保健不再仅仅是民生问题，它是新加坡经济长盛不衰的又一个超级引擎。看完这波震撼的私有化内幕，你觉得新加坡这种收购邻国优质资产的模式会不会成为未来10年的主流？你认为在医药行业，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来自外部的跨国巨头，还是内部的整合速度？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见证狮城资本的全球跃迁。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